Hello everyone，我又回来了。今天我想继续上次 Vlog 开篇的话题，说一下我的投资。话不多说，我先秀一下投资组合的盈利状况。我的初始资金包括我从前雇主拿到的遣散费和我之前的一点储蓄，总共252万人民币。到9月19日为止，现有的投资组合余额按照汇率7.11来算，为人民币296.7万，收益率为17.76%，还不错是吗？下面来说一下我的投资策略和过程。首先，我的投资组合包括2个资金池。第一个资金池投资于美国市场，其中100万人民币等值美元投资于美国国债，50万人民币等值美元投资于美股。第二个资金池则投资于中国的 A 股，我没有购买任何个股，而是用102万人民币投资了 A 股的量化基金。投资美国国债是基于美债的高利率，而且我自身出于规避风险的目的，希望有一点稳健的收入作为保底。而投资于股权呢，美股纯粹是我自己管理自己操作，作为风险最高的一部分。A 股量化基金呢，虽然也属于主动型资金，但它对标指数，实际上和 A 股的大盘走势有很大的关联，相对来说还算稳健。下面我会具体来说一下每一块投资的具体情况。美债没什么可以多说的，我买的是20年期美国国债，息票利率4.75%。我是在4月29日和6月24日分别建的仓。买的时候呢，基本上是平价 flat， 市场利率和息票率差不多。当时美国的通胀还比较顽固啊，市场对美联储有降息预期，但不确定时间点。现在随着特朗普政府的运作，降息实际上已经成了名牌。问题是什么时候降，降多少，而不是降不降的问题。我持有的美债因为20年期限，久期比较长，对利率变化也比较敏感，都有小小的升值。不过我主要还是把它作为固收来做的投资，对 capital gain 资本利得暂时不予考虑。而且如果卖了债券的话，可能就买不回来了，有再投资风险，所以准备继续持有。最后我在7月1日加仓了7000美金的6个月期美债，这是将在美股中赚的收益做了个储蓄，与上述策略无关。美股的投资比较投机，现在手上有的是 AMD 和 Palantir 2只股票，在过去几个月里还买过 Oracle 和 TSLT， 特斯拉的2倍 ETF， 可惜呢都没有拿住，令人遗憾的完美踏空。我脱手这2只股票后， Oracle 和TSLT 都大涨，而换手的 AMD 和 Palantir 呢则高高低低，相比前2只股票有点差强人意。我只能安慰自己说，踏空要比套牢好吧。我的交易策略本来就是 swing trading， 跑进跑出，不长期持有，所以踏空了也正常。具体的操作如下：5月5日购入150股 Oracle， 价位在158.5美金；6月5日购入1000股 TSLT， 价位是17；6月5号购入500股 TSLT， 价位是15.8。那一天，马斯克和特朗普发生口角，我觉得市场有点反应过度，所以试着接飞刀，没想到一接就接了2个多月才解套啊。
6月23日售出150股 Oracle， 价位是205。主要是看到 Oracle 冲高冲过了5200之后回落，我以为要调整了，于是就售出了。没想到3个月后，股价再涨了50%。6月27日，购入了100股 Palantir， 价位是140元。7月1日，购入了100股 Palantir， 价位是130元。这个主要是用卖 Oracle 的钱换了 Palantir。7月16日，购入了100股 AMD， 价位是155。同一日，购入100股 AMD， 价位是154。这主要是由于7月初科技股迎来了一波大涨，但据我观察，那个时候 AMD 有滞后，没有什么大的涨幅，所以我决定购入。8月22日，夹克森后会议后，股市普涨。我认为这个市场是对夹克森后美联储主席的发言反应过度，而且 TSLT 呢刚好解套，于是我快速的抛掉了 TSLT。8月27号，用抛掉的钱又买了100股 Palantir， 价位是158.7。同一日，我看到 Palantir 在继续下跌，又买了50股 Palantir， 价位是157.8。说完了交易，我再来说说美股投资的理念。为什么要选这几个股呢？简而言之，就是压住 AI。重要的话说3遍啊。Oracle 是为 AI 提供数据库服务。特斯拉按木头姐的说法是世界最大的 AI 应用项目。Palantir 是商用软件中应用 AI 的佼佼者。AMD 虽然在 AI 训练芯片上落后英伟达，但他家的 AI 推理芯片上有其独到之处，而且它不像英伟达那么醒目，估计不会在中国市场受到全面抵制。我预计它在接下来 AI 全面应用的年代会大有作为，类似于前几年高通在手机中的作用。另外，我的 trading 还有一个重要的理念，就是抓住 overshooting 的机会。每当有相关股票的重大消息时，假设美股市场是一个有效且相对公平的市场，没有太多内幕交易，也没有业绩造假，那市场对重大消息就会 overshooting， 超买或超卖。经过一段时间，市场在充分吸收理解信息之后，会逐渐回归正常。所以我的操作就是基于这个现象，在超买时卖出，超卖时买进。但是下一步美股怎么操作，我也在思考，怎么去平衡长期布局 AI 以及短期获利了结，也就是什么时候可以抛掉一些呢？或者抛掉全部？这个我还没有一个成熟的 solution。毕竟会抛才是王者啊！所以如果各位有什么想法建议的话，欢迎给我留言。A 股上我实在不敢自己操作，怕被人当韭菜割。公募基金也良莠不齐，不敢买。而量化基金是这几年走得非常晚，所以我选来选去，最后还是决定买量化基金。我买的这家量化基金是对标中证1000指数，4月买的时候股市还在3200点上下，之后还因为特朗普的那个对等关税被套牢了一段时间。但是后面的是中国股市大家都知道了。量化基金的优点是，第一，它由大模型指导，不受人的因素影响，且
铁血无情。第二，中国股市实际上有一个国家的隐形担保，所以基本上在3100点上下，国家队就会出手，那就没有或者比较小的下行风险。然后第三点呢，就是超额收益非常稳定。我下面有一个图，具体看一下超额风险。从上图可以看出，量化基金的走势对比指数的走势还是比较积极向上的，它们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超额收益。我们看到指数从2021年至今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，而基金已经有了超100%的涨幅，且超额收益有扩大的趋势。另外，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，我这里截取了过去10周的基金表现和指数对比，可以看到10周里有8周基金的表现战胜了指数，也就是超额收益率为正。我重点关注的是2个指标：一、基金的胜率；第二，超额收益率是否稳定。从现在来看，我买的基金在大盘大起大落时表现有点差强人意，但当大盘由一定趋势出来后，它总能赚取超额收益。当然，量化基金也有它的缺点，一个是盘子比较大了，可能对市场造成负反馈。头部的量化基金的 AUM 已经达到了超过600亿的规模。第二呢，是量化基金的赎回，一个季度只有1次，如果有突发的下跌，是来不及反应的。而且前2年呢，是有赎回费的。第三，是量化基金，它有业绩报酬，业绩报酬一般要收20%的利润，不便宜啊。最后，量化基金起板购买就是100万，现在看起来呢是让富人越富的投资品种，小散只能继续去做个韭菜。这就是我现在投资组合的情况。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建议，欢迎留言，谢谢大家。